外星文明也许一直存在，可我们此刻抬头看见的整片星空，或许早就死透了。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吓人，甚至有点荒唐？没关系，你先别急着划走，也不用急着关掉视频。咱们今天不谈飞船，不谈虫洞，也不谈曲率引擎，咱们只谈一个最普通、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东西——光。就是每天从太阳、从灯泡、从手机屏幕、从这个世界所有发亮的东西里跑出来的那束光。咱们把光速这件事一件件慢慢摊开，一起来看看这个星空早就死了的判断到底能不能立得住脚。目前为止，科学能够确认的当下，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你眼前正在读的这几个字。可是即便是这几个字，也已经在悄悄地成为过去了。屏幕发出的光子要跑几十厘米才能到你的眼球，这段路虽然极短，但延迟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我们的大脑早就替我们把这个延迟给忽略掉了。至于夜空中那些星星呢，它们发出的光可能已经在路上跑了几年、几百年，甚至几千万年。你看到的从来都不是它此刻的样子。那些所谓以光速为准的当下、绝对同时的宇宙时刻、共享的此刻，全部都来自我们日常的直觉和小学教材里的默认设定，没有任何一个被物理学真正证明过。这当然不能证明现在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可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我们眼前看到的一切，全部都不是它此刻真正的模样。好，那咱们先给几个硬数字，你就有感觉了。光速大约每秒30万公里，准确一点是299792公里每秒。这是宇宙目前已知任何信息、任何物质、任何影响都无法突破的速度上限。听着很快，对不对？可放到宇宙尺度里呢，它慢得让人心疼。太阳到地球平均距离1亿5千万公里，太阳的光走到你脸上需要8分钟20秒。也就是说啊，你此刻晒到的阳光其实是8分多钟以前的太阳发出来的。假设太阳在你抬头的那一秒突然熄灭了呢，你要再过8分多钟才会突然陷入黑暗。而在那之前的这8分多钟里，你完全不会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太阳，你还会看到它、感觉到它、依赖它，可它其实已经不在了。月亮反射的光呢，到你眼里要走1.3秒，你看到的月亮是1.3秒前的月亮。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半人马座里的比邻星，光走过来要4.24年多。你此刻抬头看到的那颗星，可能是你4岁生日那天发出来的。再稍微远一点，天狼星8.6光年，织女星大约25光年，北极星大约433光年。你此刻抬头看到的北极星，是明朝万历年间发出来的光，是徐霞客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是李时珍刚刚写完《本草纲目》的那个时期，从那颗星上出发的一束光。问题这就来了，你抬头看到的整片星空，其实并不是一张现在的照片，它更像是一张被时间揉成一团的老照片拼贴。这颗星啊，是10年前的，那颗星呢，是300年前的，再远一点的那颗，可能已经是恐龙灭绝之前的样子了。有些星星呢，你看到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死了。它们的光在向地球飞奔的这几百年、几千年里，那颗恒星可能已经在遥远的太空中默默的爆炸、燃尽，变成一团星云。可你眼里看到的，还是它当年最耀眼的模样。你看到的猎户座那颗最亮的红巨星参宿4，距离地球大约642光年，它已经步入了生命末期，随时可能爆炸成一颗超新星。而假如它此刻已经爆炸了呢？我们要再等600多年才会看到那场爆炸。再往远看啊，你抬头看到的仙女座星系，它是距离银河系最近的大型星系，距离我们大约250万光年。250万年前，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人类的祖先还是能人的时代？他们正在东非的稀树草原上拿着石头敲坚果。而你此刻看到的仙女座，是那些远古人类祖先仰头看过的同一束光，它花了整整250万年才走到你的眼睛里。咱们看到的所谓当下的星空，从来就不存在过，它从来都是一张由无数个不同时代的碎片拼出来的假象。如果把光速换算成一个咱们能感受的日常尺度呢？假设光是一个每秒钟走30万公里的信使，太阳系边缘距离我们大约50个天文单位，光从太阳走到那里要7个小时，看似不算长，对吧？可如果这个信使的速度呢，只是一个普通人走路的速度呢，每秒1米，那么同样的这段距离，它要走142万年才能到。而这仅仅只是我们太阳系的一个边缘，宇宙的可观测直径呢，光要跑930亿光年，同一个步行信使要走将近28万亿年。这个数字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宇宙从诞生到现在所经历的138亿年都不够它走完这段旅程的一小点点。所以你现在抬头看到的一切光，其实全部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寄出来的信。有些信呢，是几秒钟前的，有些信是几百年前的，而有些信是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前的。它们此刻才到你手上，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先得到一个初步判断呢？我们看到的现在，可能从头到尾就是一场大脑帮我们造出来的假象。没有规定光速一定是无限的，也没有规定信息可以瞬间传递，更没有规定说同一个此刻可以被宇宙里所有的地方同时分享。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已经不是那一秒的你了；你看到我的时候，我也已经不是那一秒的我了。哪怕咱们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的聊天，我们看见彼此的信号，也总是稍稍的滞后一点点，只不过距离太近，这个滞后被我们的意识彻底忽略掉了。可只要距离足够远，这个滞后就会大到一个程度，大到同时这个词彻底失去它的意义。可问题又来了，如果现在这么不牢靠，那人类为什么始终觉得此刻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最不可动摇的东西呢？因为我们的大脑早就替我们把现在当成了一个不可谈判的默认设定。你从睁眼的那一秒起，就活在现在里，你所有的感受、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情绪，都被打包塞进了这个叫做当下的容器里。你太熟悉它了，以至于你几乎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它。它就像空气一样，天天在你身边，却从来不被你意识到。好，要动摇这个默认设定呢，咱们得先请出一个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05年，一个当时还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当着3级技术员的年轻人，一口气写出了4篇论文。这一年后来被叫做爱因斯坦奇迹年，而其中一篇就是那篇改变整个物理学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狭义相对论。在这套理论里爱因斯坦提出了一件让当时几乎所有物理学家都难以接受的事情：同时性是相对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你眼里的2件事同时发生，在另一个正在移动的观察者眼里，可能根本就不是同时发生的。他会看到一件事在先，另一件事在后，而这2个人谁也不能说自己是对的，谁也不能说对方是错的，因为他们俩都同样正确。爱因斯坦告诉我们，不存在一个所有宇宙都认可的同一秒，宇宙里的每一个观察者都有他自己的时钟，而这些时钟彼此之间会因为运动状态的不同而快慢不一。这不是玄学，也不是猜想，是100多年前就已经写进物理教科书的定论，是每一个 GPS 卫星、每一个粒子加速器、每一个精密原子钟每一天都在验证的事实。你手机上那个能定位到几米之内的导航，如果不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修正卫星上的时间，1天之内就会飘偏几公里。可咱们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这件事让人如此难以接受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同时这个概念太好用了。你和你的朋友约好晚上8点见面，你手表指向8点，他手表也指向8点，你们俩就出现在同一个咖啡馆门口。你们相信你们的8点是同一个8点，这个默认把整个人类文明串了起来。工厂、地铁、股市、火车时刻表、火箭发射，全部都靠一个共享的现在来运转。于是我们很自然的就觉得，这个现在是全宇宙通用的。地球上的8点就等于火星上的8点，就等于半人马座那颗恒星此刻的8点，就等于银河系另一头那颗未知行星上的8点。可爱因斯坦却告诉我们，不是的，我们只是把地球日常里的直觉向宇宙尺度上无限的外推了。就像我们从木柴烧到煤炭，从煤炭烧到石油，从石油走向核能，然后觉得能源可以永远升级下去一样。就像我们从独木舟走到轮船，从轮船走到飞机，从飞机走到火箭，然后觉得星际航行迟早会像坐飞机一样普通。人类特别习惯把眼前这一小段经历向未来、向远方、向宇宙深处画一条笔直的线。可宇宙本身有没有这个义务沿着咱们这条线延伸下去呢？宇宙不但没有这个义务，它甚至设了一道死死的墙，那就是光速。任何信息、任何物质、任何影响都不能超过光速。这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我们造的飞船不够快，是宇宙本身就是这么设计出来的。这堵墙的意思是，如果2件事的距离超过光在这段时间里能跑的距离，那这2件事就永远无法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它们对彼此来说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太阳系边缘发生的一次爆炸，你要7个小时以后才可能知道；银河系另一头的一颗恒星死亡，光要跑10万年才到你的眼睛里。而在遥远的仙女座呢，此刻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你要再等250万年才有机会目睹。也就是说此刻的宇宙是一个你永远无法真正看见的东西，你只能永远永远地看它的过去。于是所谓的费米悖论，甚至整个人类为什么孤独的那个追问，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一直问，宇宙这么大这么老，别的文明为什么还没有来？可有没有一种可能，不是他们没来，而是我们此刻看到的宇宙根本就不是他们生活的那个宇宙？我们此刻眺望的那颗遥远星系是几亿年前的样子，也许在那几亿年里，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曾经诞生过、繁荣过，然后消失过。他们抬头看过的星空
和我们抬头看到的星空从来都不是同一片。他们眼里的现在和我们眼里的现在，早就在时间里错开了几亿年，甚至可能存在这样一种荒凉的画面：两个文明分别站在宇宙的两端，同时抬头看向对方，却永远看不到对方最真实的那一秒。因为等你抬头的时候，对方已经消失了几百万年了，而对方抬头的时候，你还没有出生。我们默认宇宙里存在一个共通的此刻，只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经验里从来没有需要考虑过光速的问题。咱们再往深里挖那么一点点，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执着地相信现在是真实的，是共同的，是可以分享的呢？因为啊，我们从出生的那一秒起就被扔进了这个叫做现在的容器里。你睁眼看到妈妈的脸，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妈妈此刻的样子，可实际上呢，妈妈脸上反射到你眼睛里的光也走了几纳秒。你听到妈妈叫你名字的时候，声音走过空气到你的耳朵里，用了大约万分之几秒的时间。你以为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可它们其实全都是稍稍滞后的信号。小时候啊，你玩手机、看电视、听音乐，你从来没怀疑过屏幕上跳出来的画面是不是此刻发生的事。你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光和声音是有自己的速度的。学校教你时间的时候，也只教你1分钟等于60秒，1小时等于60分钟，1天等于24小时。没有人告诉你秒的定义其实来自一种叫做色原子的东西的振动次数，也没有人告诉你时间本身是可以随着运动速度而改变的。你长大了以后呢，你和恋人拥抱，你和家人吃饭，你和朋友聊天，你所有的情感都建立在一个默认之上。我们分享同一个现在，这个默认是如此的深，如此的强，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哪怕爱因斯坦100多年前就把它拆穿了，我们的大脑依然拒绝接受。可如果这个默认本身就是错的呢？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所有的当下其实都是你私人的？你所看到的那个人的笑容，其实是他几那秒之前的笑容。你和他之间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同时。我们一直以为现在是这个宇宙里最真实的东西，可有没有可能呢？现在只是每个人自己脑子里的一场私人幻觉。宇宙里没有一张所有人共用的钟表，每一个观察者都在自己的时空线上独自的往前飘。你和我看似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可我们的此刻其实是两条永远不会真正相交的平行线。我们一直以为啊，我们和整个宇宙生活在同一个当下里，可有没有可能，每一颗恒星、每一颗行星，甚至每一个原子，都活在它自己的当下里，彼此之间永远错开着。我们以为大家挤在同一个大厅里，可事实是，每个人都关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房间的窗户只能看到别人房间几秒钟前、几年前，甚至几百万年前的样子。那咱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样真实存在的东西——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2021年12月25号，圣诞节的那一天，一枚阿里亚纳5号火箭从法属圭亚那的库鲁发射场升空。它的载荷是一台重达6.2吨的巨型望远镜。这台望远镜没有留在地球轨道上，它一路飞到了距离地球150万公里之外的一个叫做 L2 拉格朗日点的地方。在那里啊，它彻底地展开了自己的巨大遮阳伞，还有那18瓣金色的6边形主镜。它的名字来自 NASA 第2任局长詹姆斯·韦伯。它的建造花了将近30年，成本超过了100亿美元。它是人类此刻在宇宙里拥有的最强大的一台红外望远镜。它能看多远呢？它拍下的第一批深空照片啊，让人类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距离地球130多亿光年以外的星系。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它接收到的那束光，从一颗遥远星系出发的时候，宇宙才刚刚诞生大约几亿年。那时候啊，银河系还没有形成，太阳还没有出生，地球连一个原子都还没有被拼在一起。而在那束光跑了整整130多亿年之后，它终于抵达了这台悬在150万公里外的镜子上，被拍下来，变成了一张普通的图片，放在了每一个人的手机屏幕上。以前咱们怎么看这台望远镜呢？我们说啊，这是一台很贵的科学仪器，是一台能看得比哈勃更远的太空相机，是一台 NASA 拿来做 PR 的高科技产品。可如果前面那些关于现在的推演都成立呢？韦伯望远镜拍下的每一张照片，会不会都是一封来自宇宙婴儿期的信？他看到的每一颗星呢，会不会都是一个此刻可能早已死透，可能早已彻底消失，可能连尘埃都不剩的古老天体？它甚至可能是人类目前为止拆穿现在这个幻觉最有力的一份证据。它每天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共通的当下里，我们只是站在时间的最下游，看着上游飘下来的一切残影。甚至咱们还可以继续往前想一步，当这台望远镜捕捉到那些130多亿年前的光子的时候，那些光子在路上跑了100多亿年，他们经历过什么呢？他们穿过了无数已经死去的星系，穿过了无数正在燃烧、正在爆炸、正在冷却的恒星，
穿过了无数可能孕育过生命，又埋葬了生命的行星。可这一切，我们全都看不到，我们只看到了那束最初的光。当然，咱们无法证明现在这个东西真的不存在，也无法证明宇宙里绝对没有那种能够超越光速、瞬间共享同一个时刻的存在方式。可直到今天，物理学能够确认的事实依然是，光速是宇宙的上限，任何两个远距离的观察者都无法真正共享同一个此刻。所以现在，真正沉重的问题才刚刚出现。如果现在真的存在，那我们只是稍微错过了看到彼此的真实模样而已，这算不上什么损失。我们照样可以拥抱，可以爱，可以生活，稍微延迟一点点，无伤大雅。可如果现在从来都是一场大脑集体制造的幻觉呢？那我们此生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笑容，所有的拥抱，所有的告别，所有的重逢，可能都活在时间的滞后里。你以为你抓住了那个人的手，可你抓住的只是他手上光子几奈秒之前的样子。你以为你听见了那句我爱你，可你听见的只是那句话经过空气传播，稍稍延迟了一点点之后的声音。而如果范围拉大到宇宙尺度呢？如果此刻的宇宙里真的还有别的文明，他们看到的地球可能是几百年前的地球，几万年前的地球，甚至是恐龙时代的地球。他们眼里的人类可能还没有出现，而我们眼里的他们可能也已经消失了几千万年。我们和他们永远只能在时间的错位里彼此凝视。如果宇宙深处真的有过一次高度发达的文明，他们发出的最后一束求救信号，会不会正在几十亿光年外的路上飘着？会不会要再过几十亿年才有机会被人类的望远镜捕捉到？可到那时候，人类还在不在？地球还在不在？会不会那束信号最终飘进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太阳系？下一次啊，当你在抬头看星星的时候，你还愿意相信那颗此刻正在你眼里发光的星，此刻还活着吗？所以，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如果现在从来就不存在，那我们此刻的相遇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你我此刻共享的这一段声音，这一段思考，这一段呼吸，它们真的属于同一个当下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一直都各自漂浮在自己的时间里，只是碰巧啊，在某一段错位的时刻里，看见了彼此。我是拆解天象密码，咱们下个宇宙见。